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家里种葱，如果遇到了越割越少、越割越细的情况的话，我想告诉你，你并不孤单，这是超过80%的种葱人的必经之路。为什么家庭种葱这种问题发生的频率那么高？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呢？当然有啦，有一种黄金水可以让你的葱一周爆盆粗如块，香气产量都翻倍。介绍黄金水之前，我们得先弄明白为什么葱会偷懒不长胖。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一样，身上挨了一刀，得先养好伤，才能有力气去长胖。我们每次剪葱叶，对它来说都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如果它总是忙着止血养伤，就不会有多余的能量去长胖变多。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它养伤的时候帮它一把，让它恢复的又快又好。那要怎么做呢？只需记住稳、遮、养3个字，相信会解决你长期以来的困扰。接下来我就用简短的几分钟把这3个字说清楚。1. 根要稳，叶子才敢多。很多人种葱只看叶子长没长，其实想让叶子变多，地下的根才是最重要的。而想让根安稳，第一，别让根挤在一起；第二，别让土闷着不透气；第三，别老去挪动花盆折腾它，这样根就稳了。那么怎么判断根稳了呢？当你剪过一波叶子之后，新长出来的叶子不是有气无力的冒个头就停了，而是能持续的有劲儿的往上涨，这时候就证明根稳了，也是我们使用黄金水的黄金时机。神秘的黄金水是什么呢？就是维生素 C 片的水溶液。维生素 C 是天选的超级愈合剂。当葱被剪了伤口，维生素 C 能帮它从内部快速修复，这样就会有多余的能量用来把葱白变粗，把葱叶变多。具体如何操作呢？请准备1片维生素 C 片，1000毫升的清水。将维生素 C 片充分碾碎后，完全溶解在这1000毫升的清水中，搅拌均匀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基础的母液。母液使用时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需要进行第2次稀释。取50毫升基础母液，加入1000毫升清水，混合均匀，这样黄金水就制作好了。有了黄金水，我们已经胜利了50%，但使用的时间点是成败的关键，所以这里还请仔细听清楚，请在你剪完葱叶之后的第2天傍晚来使用黄金水浇灌。为什么是傍晚呢？因为这时候气温相对凉快，葱的呼吸变得平缓，它能更安心、更专注地吸收我们给它的这份愈合剂。使用时，把这黄金水像平时浇水那样，慢慢的、均匀地浇透，直到盆底有水渗出来。接下来，为了万无一失，我们重点强调一下后续的使用方法。从这天开始，在接下来的整整14天里，只要你的手指插进土里1个指节深，感觉土壤干了，需要浇水了，我们就用黄金水去代替自来水。14天是一个完整的修复和重建周期，在这期间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新叶子长出来的速度可能不会快得惊人，但它的颜色会不一样，会是一种特别健康、厚实的墨绿色，而不是那种虚浮的嫩绿色。大概1周后，你用手指轻轻捏一下新长出来的葱叶中段，能感觉到一种扎实的、有弹性的阻力，绝对不是一捏就瘪的脆弱感。如果你有2盆同时种的葱，1盆用这个方法，1盆只浇清水，在第10天左右对比一下，你会明显看到用了黄金水的葱叶的神奇变化。听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，不要忘记点个赞奖励一下哦。把根养稳了，叶子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葱白变粗。很多人以为葱白的粗是补出来的，大错特错。葱白能不能粗，全看一件事，它有没有光。2. 土要遮，葱白才能赶粗。葱白能不能长粗，其实全看它有没有被逼到绝路。葱有个特性，只要有一段茎秆被埋在黑暗的土里不见光，它就会觉得压抑，拼命想拱出来见到光明。在这个拼命往上拱的过程里，它自己就会不断的拉长变粗，让自己变得结实有力，好有足够的力气钻出土面。所以反过来你就明白了，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葱种得很浅，或者种的土塌下去了，让葱白早早的见了光，它立刻就觉得安全了、舒服了，那它还有什么动力去拼命长粗呢？它会自然的躺平，所以葱白永远都是细细的，弱不禁风。
那么到实际生活中，我们要怎么解决呢？答案就是一个字：埋。你去检查一下，如果你家的葱白色那段有一半以上都露在外面，那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轻轻地往它根部多培一点土，把那段发白的茎秆重新盖住，给它制造一个不见光的压力。这样一来，它感觉到黑暗，就会重新启动那股拼命往上拱的劲头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，葱白的粗壮就会被逼出来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葱叶更好吃呢，还是葱白更好吃呢？不过，光葱白粗还不够，想让它一丛丛的爆盆，吃也吃不完的话，最关键也最容易出错的一步就是修剪。3. 剪要养，分叉才能自然来。剪葱不是长了就剪，每一次修剪对它都是一次消耗。如果剪完没几天，新芽才冒一点头，你又来一刀，那它只会有一个念头：保命要紧，别再分头了。于是你就会看到，它永远只敢孤零零地长一根，死活都不分叉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每一次剪完都要给它完整的恢复时间。剪葱后到完全恢复并出现分叉信号，一般需要7到14天。具体时长主要受2个因素影响：季节环境和植株本身的状态。在春季、秋季生长旺季，就按之前所说用黄金水养护，根系健壮的葱恢复会更快，7至10天左右就可能看到新芽冒头并开始酝酿分叉。而在冬季或植株本身较弱时，则可能需要10至14天，甚至更久。天数是一个参考，最可靠的判断标准有2个信号：一是剪口处的主芽新叶已经长得挺拔油绿，恢复了元气；二是在其基部能看到新的独立的小芽点鼓起。这2个信号都出现了，就说明它已经度过了恢复期，准备好进入分叉生长的下一阶段了。在这之前，尽量不要修剪。只要你修剪这一步忍住了，前面用的黄金水和培土的功夫才不会白费，粗干和分叉才会一层层、一根根的自然出现。总结一下，想让细葱变粗、变多，其实就是3件事：先用淡淡的维生素 C 黄金水帮它稳住根系，快速修复；再用培土遮光的办法，逼着它把葱白长粗；最后，每次修剪后，给它足够的时间去休养和酝酿分叉。这3步是一个整体，顺序做对了，你的葱就会从一根弱苗自然而然地长成茂盛的一丛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直击要害，清晰有效，记得给我点个小赞，也请把它转发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或者任何一个正在为阳台作物亚健康而烦恼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把家里的每一寸绿意都培育得健壮而蓬勃。朋友们，我们下期见。